与邻国首富秦九言奉子成婚的第6年，我与他因女儿的教育问题，久违地坐在了同一张桌上。长公主请来邻国最有名的琴师教她练琴，你女儿顺手把千金难买的名琴摔了个稀巴烂。得知此事，我才从演武场匆匆赶回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会闯祸很正常，只要他没受伤就好。他已经不是第一天不懂事了，这样骄纵的性子，你还要一直惯下去吗？为什么不？秦月歌是我的女儿，她有骄纵的资本，何况她也是你的女儿。你动辄3个月不回家，回来就是一阵奚落，叫她怎么看待你这个母亲？我不回来是因为……好了，今天她也累了，先带小姐下去休息吧。秦九言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谈。夫人想怎么谈？秦九言，我们和离吧。就因为我阻止你教训女儿，叫嬷嬷把小姐带回来？不是因为这个，当年我们成婚本就是一场错误，在彼此不相熟的情况下有了孩子，将错就错走到一起。现在女儿也大了，我想我们是时候分开。一场错误，你是这么想的？6年前我在醉春楼一夜风流，醒来时我将秦九言当作青楼小官，留下银票就离开。没成想，这位被我睡了的小官，竟是长公主之子，皇亲国戚，当朝首富秦九言。1个月后，我被整出喜脉，正要向爹娘坦白之际，秦九言带着洋洋洒洒的聘礼到了府上。杜老将军，秦某想求娶杜小姐。你如今有了身孕，你爹爹身体不好，说不想让他疾病，你我的事还是不要坦白为好。于是我就这样嫁给了秦九言。婚后生下了我们的女儿，与秦九言相敬如宾。我始终记得我与他成婚那日的约定。秦公子，以我本是奉子成婚，并非心意相通之人。是也，如果公子以后有了真正喜欢的人，我随时可以把正妻的名分还回去。好，多谢夫人体恤。坦白说，秦九言是一个很好的男人，婚前洁身自好，不近女色，与我一夜错误后也敢于承担责任，婚后更是百般体贴。但我知道他其实有自己的白月光。九言，既然他已经回来，就不要再错过了。至于歌儿，即使分开，我们也依旧是他的父母。小姐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。爹爹和娘亲会分开吗？爹爹在外面有喜欢的人。小姐，京师中暑了，快抱他到房中去。夫人，今日起就住回府上吧，至少在和离之前，你还是秦府的少夫人。娘亲，对不起啊，是娘亲今日罚你太重，可娘亲不希望你成为一个骄横跋扈的人。你现在还小，若是这般行事惯了，事后又有谁能一直纵着你呢？可我总见不到爹爹和娘亲同时出现，你们总是一个人来，另一个人就走，只有在我犯错要教训我时才会在一起。日后若我与秦九言和离，歌儿才是最无辜的那一个。听说你夫人回了府，这些日子可要我回避呀？一切照常便好，他向来不在乎这些。上一次见他还是3年前，成婚3年后，我才得知我的丈夫心里有一位无法忘却的白月光。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秦府对孟怀宇亦如家人一般亲密无间。在我之前，或许孟怀宇才是他们真正看准的儿媳，而我不过是鸠占鹊巢，母凭子贵了。他这些年不怎么居住京城，还是上月我好说歹说才将他接了回来。正是因为没有感情，他才能这么坦然自若地朝我说这些表明他们牵扯不断、彼此熟念的话语。怎么了？从前我去演武场接你回府，也不是这般。那是3年之前了，我与秦九言不是没有过交心的时光。笑话100则，少爷这是……一时
我尚且怀着身孕，秦九言似乎格外在意我肚中这个有着他一半血脉的孩子。他日日陪在我身侧，想着法的让我笑，说这样日后生出来的孩子就会活泼健康。不好笑吗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讲笑话。你呀，想逗你开心也这么难。只是后来，你在等我吗？哼，知道我今天要来，这么期待啊！别瞎说，你嫂嫂去了演武场，现在差不多要回来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接她？还冷战呢？嫂嫂，进去聊吧。长公主，我都好久没来看你了，你不会怪雨儿吧？哎呦，你这丫头，本宫想你都来不及呢。科尔还在书房吗？是。我去看看他。杜绮罗，你到底要逼我到何时？我没有逼着你，我只是要去看看女儿。哼，成婚3年后，你突然对我冷淡，前年开始更是长居在外。我想见你，还要通过重重批保，好不容易回家住了，面对我也像是视而不见。杜绮罗，你当我死了吗？大小姐，御史台的崔大人带人来把杜将军带走了。崔大人，是你的那位崔大人吗？绮罗，崔大人为何将我父亲带走？你我非要如此生分吗？我与崔百涵曾为两情相悦的恋人，彼时他尚是平衡的书生，而我是正门之女。我们因误会结缘，彼此渐渐倾心，却被我爹强行拆散，而后才有了我在醉春楼买醉，与秦九言一夜欢情后有了身孕，奉子成婚一事。我来只是想见我爹一面，还请崔大人准可。圣上有令，杜将军贪赃一案未结前，不许任何人探见。你若想救你父亲，不如想办法找到他清白的证据。贪赃？我父亲一生清正廉洁，绝无可能做出这种事。那便带证据来吧。崔百涵，你是否会因记恨我父亲而待他？记恨？是，我当然会记恨。他拆散了我和我最爱的人，把她嫁给了别人，让她再见到我都只能唤一句崔大人。可明明曾经相互感动，轻巧慢慢任我读。崔大人，你吓到我夫人了，怎么也不等等我，自己就跑来了。你爹出事，难道我不会管吗？他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要突然这样？秦公子说笑，我与绮罗怎么说也是旧相识，偶有些矛盾，也与旁人无关。既如此，这段时日就劳你多多照看我岳父大人，就当是为你的旧相识。等等，我还没见到爹爹。先回家再说。秦公子，孟姑娘近来在京中名望渐盛，恐怕少不了秦公子在背后助力啊。你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来拖绝她，又还有多少余力来救杜将军呢？他为何要这么帮孟怀玉？是为了他入秦家门做准备吗？说真如崔百涵所说，救父亲的事恐怕不能再指望他了。他只是见了崔百涵一面，便这般失魂落魄。果然在他心里从没有放下过崔百涵。可他到底还记不记得自己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？我绝不能让爹娘分开。撮合大计第一招，俗话说得好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这世上就没有睡不熟的夫妻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刚刚梦见了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，他一直追着我跑，哥儿好害怕。娘亲可不可以陪哥儿睡一晚？怎么会做这样的噩梦？娘亲陪你睡，别怕。我实在害怕，也担心娘亲会害怕，就把爹爹也找来了。爹爹要是不来，我就把你总趁娘亲不在，跑到娘亲床上睡觉的事情告诉娘亲。你爹在呢，
就让你爹陪你睡。娘亲先走了。可娘亲答应了我的。走吧，去睡觉。接下来撮合大计第2招，既然要解决问题，就要面对问题本身。这半月来我四处奔走，才知道父亲的处境有多艰难。好在仍有一些朝中旧事愿为担保，崔百涵也没有再下一步动作。只是要证明我爹的清白，没有那么容易。这些人都是京中名流，孟怀宇怎会在此？秦月哥，你说要我带你逛街，就是为了把我带到这儿来？哼，爹爹将自己的人脉全部引荐给孟怀宇，却对自己的岳父被关押入狱不闻不问。明明娘亲才是他的正牌夫人，爹爹怎么能这样做？那你想怎么办？娘亲现在就出去，走到爹爹身边宣示主权，拿出正牌夫人的做派来，吓吓那个孟怀宇。也罢，就依他的心愿，不要叫他因孟怀宇的事记恨他爹才好。那不是九爷夫人吗？怎么会在此啊？近来九爷和孟姑娘走得近，倒也没避着夫人。果真如他口中所说，家中对他不曾多加管束啊。娶妻娶贤，男人有这样大度的妻子，夫复何求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他是喘症发作了，身上应该带有急救的药，你先找找。我在家里等你，今晚我们谈谈。你说要与我谈谈，这是谈谈的态度吗？和离是既定的结果，要与你谈的是关于女儿的事。和离后，歌儿在你这儿待半个月，在我那儿待半个月，整月为一个周期。教他念书写字的事长由你负责，至于其他兴趣爱好的部分，由我来看管。虽她是女儿家，但我也希望她能有些自保的功夫。等年龄合适了，我会送她去教场操练一段时间。我有说同意和离吗？什么？杜绮罗，既然成婚是2个人都同意的事，那么和离应该也是一样。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同意过与你和离。我们从前不是说好，你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们就分开？是。从前孟姑娘与你置气，你哄了3年才把人哄回来，她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又在扭捏什么？我前阵子缴了崔百涵要送给你的信，你可知上面说了什么？不是在说他的孟姑娘吗？怎么话题又转到了崔百涵身上去了？不是都被你搅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是不是有关于阿爹的事？他没有提到杜将军，只是一味地问你们还有没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。信呢？你还要看信？这么快就迫不及待确认他对你的心意了吗？我当然要看自己才能判断是不是崔百涵所写啊。万一是有心之人，要连我和崔百涵一起勾陷，我爹的事岂不是更没着落了？杜将军为人仗义正直，浩气凛然，在朝中一直为树有政敌，能有什么人这般针对他？我要知道，我不早就把他救出来了吗？信呢？快给我看看啊！我烧了。你烧他干嘛？不烧了，等着你看见后再跟他旧情复燃吗？你觉得我是因为一封信就能去吃回头草的人？谁知道呢？当年你与崔百涵可是真心相爱，若不是岳父大人棒打鸳鸯，压根没有我们后面的事。我提防他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留着他的东西在我们家中？我和他早就过去了，也正因如此，我知道真心相爱的人想要相守有多难。我与你夫妻6载，虽不知情深意重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喜欢的人，好啊。我喜欢的人正闹着跟我和离呢，夫人，你怎么看？爹爹，我今天做的好不好？好，难得让你爹看见你娘吃了醋，但你现在该去睡觉了。阿宇的真实身份是圣上流落在外的私生女，也就是我的表妹。我娘与圣上一母同胞，
感情深笃。当年圣上在宫外遇到了阿宇的娘亲，心生喜爱，可因阿宇娘亲身份低微，又不愿入宫，才将阿宇养在宫外，托我娘照看。如今圣上有意将公主认回，胡姬身份低微，但我朝素来对有才华名望的人十分尊重。圣上想我能为认回公主造势，也为日后给她指门好亲事铺路。但我自己也起了心思，不与你从一开始就坦言，是想着你能稍微促一促，可没曾想你一躲就是3年，我连见你都没多少机会，等到有机会说了，又怕你其实并不在乎，怕你只是单纯的想远离我。我从没想过你有这么多的心思。你想不到的还多着。那日你去见崔百涵，我唯恐你被他哄了回去，之后他给你送了几次信，都被我拦下烧了。合理的是你别想了，我没有给孩子找后娘的打算，你也不准给他找后爹。秦九爷，你喜欢我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我睡你之前吧？不然我怎么刚有身孕你就来提亲了？谢医生，早些休息。哥，嫂嫂，嫂嫂，你真得好好管管我哥了。我早就想把我的身世告诉你，他偏偏按着我，不要我说。说什么你嫂子才不在乎这些，我就是去花楼叫10个姑娘，他也只会好心提醒我注意身体。我都说继续这么下去，嫂嫂都要讨厌我了。我没有讨厌你，我只是……快去找你姑姑吧，公主殿下。你离我这么远做什么？还怕外人瞧见？我不习惯与人肌肤相贴。我们是夫妻，怎么能一样？自从前言挑明了那些话，此人就对我处处撩拨，都是6年的老夫妻了，突然这般行事，难免让人无措。女儿在面前，你别乱来。好，我不乱来。崔大人，你怎么会来？给你的信一直没有回复，我想找你，便只能来秦府了。秦九言把信全缴了，差点忘了这茬。可是父亲的案件有了进展。有，还请你跟我走一趟。齐罗，其实我一直相信杜将军是清白，上次的话是我情急失言，还请你原谅。我没有怪你。那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你唤我百涵，不要那么生分，好吗？属下已经查明，杜将军贪没受贿一事，正是御史台崔大人在暗中构陷。当年崔大人与夫人两情，后被杜将军强行拆散，为此崔百涵沉寂过一段时日，来年才中了探花郎入室，一路青云直上，拜入御史台。可要将此事告知夫人？先不必。近来崔百涵蠢蠢欲动，似有唤起旧情的打算。当年他们被迫分开，齐楼心中未必甘愿，倒不如趁此机会一举斩断那点不必存留的旧情。只希望夫人心意坚定些，不要叫少爷做出失了理智的事情来才好。那个，今日多谢你带我去探望父亲，只是送我回来实在不必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既是做回好友，基本的礼节我还是要遵守的。你如果问心无愧，又何必怕会引起误会？管来知道他是个善变的，和他讲些什么？今日还是多谢你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管家来传话时，我还觉得有些惊讶。旁人想见我，总是知些礼数的。崔大人倒是有脸皮，蹲在门口等着主人家来喂食。早听闻秦九爷是个有度量的人，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。在我夫人的事上，我确实不算有度量。可你夫人心里装着的人却不是你呢。秦九爷，依你的性子，能容忍几分？能忍几分也都忍了，甚至打算就这么一辈子忍下去。你又能奈我何？秦九爷，守着一个不爱你的女人有意思吗？当年若非杜寒山从中作梗，齐罗早已是我妻。我也想问问你，崔百涵，你等着挖别人墙角，抢别人妻子有意思吗？他杜绮罗和你的往事都已经过去了800年，如今我们女儿都6岁大了，崔大人真的对她还是爱吗？说只是执念，何不早早放下，不要再对他身边人进行报复，就凭他真心实意爱过你，也让他有个清静日子过吧。
你知道杜寒山之事是我诬陷，那又如何？即便你告诉他，他这一生爱过的人也只有我。至于你，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的秦九爷，怎么会告诉他，早在他和我在一起的那些年，你就已经深深爱慕着他？哼，崔大人，只有孩子才会计较，奖励的甜糕是分你的多些，还是分我的多些？所以我又何须去计较是他爱我多些，还是我爱他多些？亦或是他爱别人比爱我多些？总归他在我身边已是万幸。送客。你说这一切都是崔百寒在暗中搞的鬼？我就说少爷肯定憋不住，他哪能忍得了崔百寒那小绿茶一直到夫人面前瞎晃啊？七罗，你的性子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可我却早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崔百寒。我知你有想问我的事，上车来聊吧。这大街上说话也不方便。你为何要暗中构陷我爹？你在御史台任职，难道就为了继权柄之任，兴报复之私？七罗，你不用这么愤怒。上次我不是还带你去探望过杜老将军吗？他老人家如今好得很，除了丢些脸面，也没有受到旁的伤害。崔百寒，你现在已经陌生的令我不认识了。是，我就是记恨杜寒山，谁让他当年看不起我寒门出身，强行拆散了你我，还转头就把你高价给了秦九言。你呢？你是不是也把我给忘记了？当年我也以为爹爹看不起你，是因为你出身寒门，后来我才想明白，他不过是见你心术不正。那他可真是看对人了。我正是打算将你囚禁起来，让谁也找不到你，要你忘记一切，从今以后只能乖乖待在我的身边。我被崔百寒囚禁起来，3日一副药，他为我服下，说是要我忘却这6年的记忆，回到过去。这屋内点有软果香，你不要再挣扎了，来，乖乖服下这忘药，以后我们好好在一起啊！就像你爹不曾拆散我们一样。听话。崔百寒，你真的觉得你还爱我吗？为何我只能看到不甘和怨恨？重要吗？是你先做了别人的妻子，是你先背叛了我。不能忘，秦九言，不能忘，秦九言。话又渐渐作响，我只能一遍遍念着秦九言的名字，或将他的名字写在纸上，只求自己记得再久一些，再深一些。崔百寒来时，看见写满名字的纸张，便会拿去在油灯里燃尽，而我脑海中的人影也变得越来越模糊。终于，在被迫服下最后一副药前，秦九言找到了我。崔百寒已被刑部捉拿，等候发落。他为夫人灌下的药名为忘忧，按照剂量可令服用者失去记忆。崔百寒调配的药量正好是6年。你是谁？百寒呢？一觉醒来，我忘却了近6年的记忆，成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，还拥有了一个6岁的女儿。若非爹娘在我面前一遍遍的复述，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。娘亲，娘亲是不是把哥儿忘记了？不哭了啊，不闹了，娘亲才刚刚醒来，你这样哭她会头疼的。我没事，她是我们的女儿，秦月歌。我不记得了，抱歉。绮罗，无论记不记得，我都是你的夫君，她都是你的孩子。解药给我，我会请陛下赐你一个好死。没有解药，就算是有，秦九爷，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好过？不必留情。
纵使不记得又何妨？都已经等了你大半辈子，还差着下半辈子吗？这不是我的剑吗？呆瓜，傻站那儿做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喂，我吸引他的注意，你快走！皇帝舅舅，方才我被一只野狼所袭，是一位红衣姑娘救了我，可她现在生死不知，可否派救兵？你说的是杜将军家的姑娘吗？这丫头方才还得意自己猎杀了野狼呢，也不知她是怎么做到的。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小呆瓜呀！看见了野狼也不知道逃跑，要不是本姑娘审我，你早就被吃掉了。所以被你救下后，我对你一见倾心，回去后开始接管家中生意，筹备聘礼。等到我筹备好了一切，准备上门求亲之时，却看见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崔百合的身影。彼时崔百合只是一介穷苦书生，我若要使手段把你抢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一开始我也的确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我撞见过你和他。季罗，是命运把你交给了我，所以今后你别无选择。除却成婚后的6年，你还喜欢了我那么久，从前的我是不是也不知道这些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从前你一直以为是你贪杯醉酒一夜放纵，却不知是我私心作祟，顺水推舟。秀妍啊，兄弟失恋，哎，你可不能不陪啊！我们都知道你不喜欢这风月场所，哎，就当陪兄弟们来消遣消遣，不会沾染你这冰清玉洁的身子的，放心好了。别怕，我就是有点晕，借你靠靠。六，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她不是不近女色吗？哎，九爷，那不是我们醉春楼的姑娘啊！我知道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崔百合没有看着你吗？崔百合，爹爹不让我们在一起，我不能忤逆爹爹的话，我再也不能跟他在一起了。那你要换个人喜欢吗？换个人喜欢？好啊。我没有喝醉，也知道不该乘人之危，可如果这是此生唯一一次能与他相拥的机会，我怎么能够放弃？夫人，都说坦白从宽，你看我也没有趁你失忆就胡编乱造，可见我认错态度诚恳，不然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喜欢我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呢。你都直接亲我了，是给我选择的机会吗？你先是冷落我3年，就是转头失忆把我忘了，我只是亲你一口，算便宜你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讨厌他的亲吻，不讨厌他的靠近，哪怕我并不记得他，也很轻易就接受了他是我的夫君，接受了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所以这也能算是喜欢的，对吧？秦月哥，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你以为躲在外公这里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杜绮罗，你胆子大了，连你爹都打。爹，我不是。行了，你都做母亲的人了，还这么风风火火的，回你的秦府去。九言前几日还来跟我告你的状。啊？他告我什么状？奇怪，我的教育到底是哪出了问题？秦月哥这个混世魔王的性格到底像了谁？无论是我5岁时、7岁时，还是入了军营后，都没这么混不吝过呀。这半年来，我逐渐恢复了记忆，与秦九言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只是一直没能与他同世而居，就像是还没成婚的小情侣一般，白日黏在一块儿，到了晚上又念念不舍的分离。爹，女儿要为你献上一份大计。愿闻其详。娘亲晚上一直不肯跟你睡觉，爹爹是不是很苦恼？有一点。依女儿看，你不如这样，再那样。
我怎么在这儿？没事，继续睡。等明早天一亮，想必娘亲心情极好，就不会再生我的气了。